晚间好，欢迎回到鬼影档案馆，我是鬼影，戴上你的耳机，准备迎接梦魇吧。消失的钥匙，我们分头找钥匙吧。艾米兴奋地喊着，她的声音在这幽暗的空间里听起来有些刺耳。这是我们多年来第一次重聚，我、艾米、凯文和丽莎4个从大学时期就形影不离的好友。这次挑战的密室逃脱主题是被诅咒的洋馆，据说是本市最难的密室，成功率不到5%。身为惊悚游戏的爱好者，我们毫不犹豫地选了这个最具挑战性的项目。密室的灯光是昏暗的红色，四周摆满了破损的家具和布满灰尘的老旧道具。角落的墙壁上挂着几幅陈旧的油画，每幅画中的人像表情都怪异至极，仿佛在笑，却透着浓浓的恶意。整个空间弥漫着浓烈的霉味，还伴随着一阵阵微弱的呢喃声，像是从远处传来的低语。我摸着墙边的书架，试图找到一些隐藏的机关。丽莎则站在中央，试图拼凑散落在地板上的一张破碎的地图。凯文则对着一个巨大的箱子反复检查，艾米则蹲在角落，研究着一个褪色的地球仪。快看！艾米突然大叫，手中拿着一只木质人偶。那人偶制作得非常精致，但他的双眼像是用漆黑的玻璃珠镶嵌而成，目光诡异地盯着我们。这可能是线索。就在此时，房间的灯光忽然开始闪烁，墙上的一幅油画无声地滑落，重重地砸在地上，露出背后的一面镜子。镜子上长满黑色的裂痕，像蛛网一样向四周蔓延。我走向镜子，心里有种说不出的不安。当我站在镜子前，却惊愕地发现，镜中的我脸部模糊得像被抹去了似的，而在我的背后出现了一个陌生的人影。他站在阴影中，看不清面容，但我可以感受到那灼热而冰冷的目光正紧紧盯着我。你们看到吗？我转过头，却发现背后什么都没有。艾米、凯文和丽莎站在远处，一动不动地盯着我，脸上的表情僵硬而空洞，仿佛陷入了一场无声的梦魇。怎么了？发什么事了？我试图唤醒他们，但他们的目光越来越呆滞，眼球微微颤抖，像是正经历着某种极端的恐惧。突然，房间的门锁发出了咔咔的声响，紧接着黑色的液体从锁孔中缓缓渗出，像是血，却散发出腐朽的气味。这不对劲！丽莎终于开口，但声音颤抖得像要哭出来。我们是不是进了什么不该进的地方？她的话音刚落，艾米尖叫着冲向大门，试图用力扭动门把。然而，就在她碰到门的一瞬间，一股无形的力量将她整个人甩了出去，撞到墙上。艾米倒在地上，手腕诡异地扭曲着，脸色苍白如纸。艾米，凯文大喊着冲过去，却被他猛地拉住。别碰门！艾米的声音沙哑得像来自地底，眼神中满是惊恐。我们都退到房间中央，喘着气，四周的空气变得异常冰冷。丽莎抓住我的手臂，指向墙壁。那里，墙上有字。顺着她的手指，我看到了出现在墙壁上的文字，像是被血一样的液体写成的。钥匙就在你们之中。什么意思啊？凯文的声音中带着绝望。钥匙到底在哪里？我们再次开始疯狂地翻找，但房间似乎变得越来越小，空间中的压迫感让人无法喘息。我感觉到自己的心跳越来越快，而那股刺鼻的血腥味也愈发浓烈。找到钥匙了！凯文突然大喊着，手中举着一枚形状怪异的钥匙。它看起来像是用某种骨头雕刻而成，上面布满了细密的纹路。然而，当他拿起钥匙的那一刻，整个房间猛地震动起来，地板开始裂开，黑色的液体从裂缝中涌出，像是要吞噬我们。跑！快跑！我大喊。但当凯文试图将钥匙插入门锁时，门却突然长出了尖刺，狠狠刺入他的手掌。凯文惨叫着倒在地上，
血从他的手指间不断涌出。那枚钥匙从他手中掉落，滚到了我的脚边。我蹲下身去捡起它，却感觉到一股剧烈的疼痛从胸口传来。当我低头时，惊愕地发现钥匙的形状竟和我的胸骨完美契合，它仿佛嵌入了我的身体，而每抽出一点都像是撕裂了我的灵魂。停下来，艾米的声音从远处传来，但已经太迟了。我抽出了钥匙，剧烈的疼痛让我跪倒在地，但房间的震动却停止了。门缓缓打开，露出了外面的漆黑空间。我们逃出来了吗？丽莎颤抖着问。当我们跨出门口的瞬间，却发现等待我们的不是自由，而是一片无尽的黑暗。那个陌生的人影再次出现，他站在黑暗中，露出了诡异的笑容。欢迎来到真正的游戏，他的声音低沉而沙哑。随即，我们四周的空间开始扭曲，房间重新回到我们的眼前，而那道门再次锁上。我低头看向手中的钥匙，它已经变成了一根断裂的骨头，而我的胸口正渗出鲜红的血。这不是一场普通的游戏，而是一场永无止境的诅咒。我们在一场场轮回中寻找出口，但每一次都更加绝望。直到现在，我依然能感受到那钥匙在我体内的疼痛，它仿佛在提醒我，真正的钥匙从来都不在我们之中，而在那个设局的人手中。每当我试图醒来时，总会发现自己仍在那间房间里，无法逃离，无法终结。轮回的密室。时间到了，你们只有1个小时。主持人的声音刚落，厚重的铁门在我们背后砰的一声锁上。我们5个人站在房间中央，彼此交换着略显紧张的眼神。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密室逃脱游戏，而其他4个人对我来说都是陌生的面孔，2男2女，其中有一个名叫艾琳的女人，似乎对密室逃脱游戏很有经验。她冷静地环顾房间，像是在快速评估每一个角落。我们分头行动吧，艾琳指挥道。这里有一张钟表图案的地毯，一个破旧的书架，还有几个上锁的箱子，肯定藏着线索。我点了点头，开始检查书架上的书。这间密室的主题是轮回的齿轮，整个房间充满了机械齿轮的装饰，还有一股令人不安的金属锈味。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钟表图案，指针停在11点55分，仿佛在暗示着什么。随着我们探索，谜题逐渐被解开。一开始，我们的配合还算顺利，彼此分工，解锁了一些箱子，找到了几把小钥匙和一张地图。但当我们试图用地图指示来拼凑出房间的出口时，却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。这地图不完整。其中一个男生约翰皱着眉头说，出口应该在这里，但我们什么都没找到。这只是第一关，艾琳冷静地说，别慌，我们再找找看。我们继续翻找线索，直到地毯下的一块地板松动，露出一个暗格。暗格里藏着一把钥匙和一张写满符号的纸条。那张纸条上用红色的墨水写着，只有真正合作的人才能突破轮回。没有人在意这句话的真正含义，我们只当作是游戏设计师的花招。当我们找到出口的钥匙，成功打开门后，却迎来了第一个异常。门外不是走廊，而是一片黑暗，像是一片无边无际的深渊。我们犹豫了一下，还是踏出了房间。接着，我感到一股强烈的晕眩袭来，脑袋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敲了一下。当我睁开眼时，发现自己又回到了刚才的密室，而手表上的指针再次停在11点55分。时间到了，你们只有1个小时。主持人的声音再度响起。怎么回事？艾琳的脸色变得苍白，她下意识地看向我们。我们不是已经解开谜题了吗？没有人回答，因为我们每个人都陷入了深深的疑惑与恐惧。我们明明逃出了房间，却又回到了原点。这是游戏设计的一部分，约翰试图解释，
但语气中充满了不确定。如果是这样，那就太高明了，艾琳冷冷地说。但我们不能浪费时间，继续解谜。第二次轮回中，我们解谜的速度明显加快了，毕竟已经知道了不少线索。但在这过程中，我开始注意到一件奇怪的事，房间的布置似乎发生了微妙的变化。一开始，我以为是自己的错觉，但随着谜题的推进，我发现一些细节明显与第一次不同。例如，书架上的书本顺序被打乱了，墙上的钟表图案裂开了一道缝隙，地板上的齿轮装饰颜色变得更加暗沉。更诡异的是，这次当我们再次打开出口时，门外的黑暗中竟然传来了低沉的声音，像是有人在轻声说话。我压下心中的恐惧，与其他人一起再次踏出房间。然后，我们又一次醒来，回到了密室内。这不对劲，艾琳的语气中终于带上了惊慌。我们好像被困在某种循环里。这是什么该死的游戏？约翰愤怒地踢倒了一张椅子，显然已经无法保持冷静。第三次轮回开始时，我们每个人都能感觉到压力正逐渐增加。房间的变化变得更加明显，墙上的钟表图案指针停在11点57分，时间仿佛在逐渐逼近某个终点。在这次轮回中，我们解开了更多的谜题，甚至发现了一个隐藏的暗门。暗门后是一条狭窄的走廊，墙壁上挂满了镜子。当我走进走廊时，镜子里的倒影却没有跟着我的动作，而是站在原地，对着我露出诡异的微笑。快回来！艾琳的声音从后面传来，我猛地退回密室，那种被盯视的感觉才终于消失。这不是普通的密室游戏，艾琳的声音颤抖着，这里不对劲。当第四次轮回开始时，我们每个人都开始崩溃。房间的变化更加剧烈，墙壁开始渗出血红色的液体，机械齿轮的转动声变得刺耳，甚至可以听到模糊的低语声。就在我们快要解开谜题时，房间的灯光突然熄灭。黑暗中，我听到了一声凄厉的尖叫，随即是一声重物倒地的声音。当灯光重新亮起时，我看到约翰倒在地上，胸口插着一把匕首，血流满地。谁干的？我惊恐地看向其他人，但没有人回答，每个人脸上都写满了惊慌与恐惧。艾琳颤抖着从地上捡起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：只有一个人能逃离。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？艾琳低声问，但她的眼神已经变得冰冷。在第五次轮回中，情况彻底失控了。我们之间的信任已经荡然无存，彼此间的怀疑与恐惧让合作变得几乎不可能。有人试图用暴力夺取线索，有人则选择独自行动，而那种无法逃离的绝望感如同慢性毒药，侵蚀着我们的意志。最终，我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：房间中的钟表指针每轮回一次都会多走1分钟，而当它到达12点时，整个房间将会彻底崩塌。只有一个人能逃离，那句话的意义变得无比清晰。当第6次轮回来临时，我终于做出了选择。我骗过了艾琳，用她的生命换取了最后的出口钥匙。当我站在房间的门口时，我回头望向她倒下的身体，心中涌起一阵说不清的痛楚与解脱。我打开门，踏出房间，但门外等待我的不是自由，而是另一间密室。在这密室中央，是艾琳、约翰和其他所有人的身影，他们的脸上挂着诡异的笑容，同时指向我。欢迎加入我们的轮回。这一次，我终于明白了，我不是游戏的参与者，而是下一个设局的人。消失的第6人，这里应该只有5个人吧？当我站在房间中央扫视四周时，一股莫名的不安涌上心头。这间密室逃脱的主题是被诅咒的藏书楼，以搜寻失落的禁忌知识为背景。据说，这是最恐怖、最神秘的密室，能成功逃脱的人寥寥无几。我与另外4个参加者都互不认识，
但在游戏开始前，我记得主持人清楚地说过，这场游戏仅限5人参加。然而，此刻房间里却有6个人，可能是游戏设计的恐怖效果吧。一个身穿灰色外套的男人轻声说，他似乎是在自我安慰。我仔细看向那个多余的人，他坐在房间角落的一把椅子上，低着头，身体完全静止，像是某种蜡像。他的皮肤苍白到近乎透明，双手垂在膝盖上，指尖无力地朝下垂着，宛如一具无生命的躯壳。不管了，游戏已经开始，还是先解谜吧。另一个女生艾丽试图打破这份压抑的气氛。我们分头行动。房间四周堆满了书架，书架上密密麻麻地摆满了各种老旧的书籍，墙上挂着一幅覆满灰尘的地图，地图中央用红线圈出了几个符号，还有几个带锁的箱子放在房间的各个角落。我们得找线索，打开这些箱子，艾丽说着，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。书籍的封皮破旧，标题已经模糊不清，但当他翻开时，书页间却夹着一张泛黄的纸条：揭露秘密者将被禁锢于此。读到这句话时，房间的灯光忽然微微闪烁了一下，大家交换了几个紧张的眼神，但没有人说话。那个坐在角落的陌生人依然一动不动，像是一件被遗忘的道具。这种吓人的小把戏明显是游戏的设定。站在另一边的高个子男生彼得皱着眉头说，他的语气带着些不屑，但他的动作明显加快了，似乎想尽快解开谜题。随着谜题的进展，我们发现房间内的布置隐藏着一种奇怪的规律，每一个符号似乎对应着某本特定的书，而那些书籍内容都在描述禁忌的仪式与失落的灵魂。书架上的一本书让我印象深刻，书名是《无名之谋》。翻开书后，我发现里面提到了一种神秘的存在，第六者，他永远在等待。这句话让我心头一震。我回头看向那个陌生人，他的头依然低垂着，像是在凝视着地面。灯光的闪烁让他的影子显得异常诡异，仿佛与房间的其他物体无法完全重合。你们觉得他到底是谁？我忍不住问。管他是谁，彼得冷冷地回应，只要我们解开谜题，就能离开这里。但是，真的能吗？恐怖开始蔓延。当我们成功解开第一个箱子的锁时，箱子里发现了一张钥匙和另一张纸条。纸条上的字迹歪歪扭扭，像是由某个颤抖的手写下来。第六者已经醒来。这次房间的灯光完全熄灭了数秒，四周陷入一片死寂。当灯光再次亮起时，那个陌生人不再坐在角落，而是站在房间的中央。谁把他移到那里的？艾丽的声音颤抖着。没有人回答，因为我们都知道，刚才的灯熄时间，没有人挪动过半步。陌生人的头依然低垂着，但他的身体明显朝向了我们。这一定是游戏的吓人效果，对吧？彼得的语气中第一次透出不安。我们决定加快速度。时间仿佛变得紧迫起来，空气中的压迫感越来越降。随着我们解开更多的谜题，房间的布置开始变化，书架上的书一本接一本掉落，地图上的符号变得鲜红，墙壁上甚至浮现出奇怪的裂痕。更诡异的是，那个陌生人每次灯光闪烁时，位置都会改变。他不再静止，而是开始逐渐靠近我们。他的头仍然低垂，但我们每个人都感觉到他的存在像是吸收了房间里的光线，变得越来越鲜明。我们不能再拖下去了，艾丽几乎是尖叫着说。她打开了一个箱子，里面放着最后一把钥匙。但当她拿起钥匙时，房间的门却突然传来沉重的砰砰声，有什么东西正在用力撞击着门。快打开门，彼得喊着。艾丽颤抖着将钥匙插进门锁，但门却纹丝不动。这时，那个陌生人突然猛地抬起头，他的脸苍白如纸，眼睛是一片漆黑，没有瞳孔。他张开嘴，
发出了一声低沉的嘶吼，整个房间的灯光同时熄灭。黑暗中，我感到周围传来了压迫感，仿佛空间正在不断缩小。一种冰冷的气息在我的脖子边徘徊，我几乎可以感觉到有人在我耳边低语。第六者已经到来。当灯光再次亮起时，艾丽倒在了地上，脸色惨白，像是被什么东西吸走了生命。彼得和另外2个参加者全都吓得说不出话，陌生人则站在艾丽的尸体旁，低下头在凝视着她的遗体。我们不该来这里的，彼得喃喃自语。剩下的人尝试再次开门，但门依然无法打开。此时，我发现墙上的裂痕中渗出了暗红色的液体，那液体顺着墙壁流下，形成了一行字：第六人即将轮回。这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彼得的声音因恐惧而变得尖锐。我想说话，但突然感觉到背后一阵冰冷的触感。当我转身时，陌生人已经站在我的面前，他的眼睛空洞无神，但却直直盯着我，仿佛在看透我的灵魂。逃不掉的，他低声说，声音沙哑而刺耳。就在那一瞬间，我的意识陷入了一片黑暗。当我再次醒来时，我发现自己坐在密室的一张椅子上，周围是4个陌生人，他们正在紧张地搜查着房间，而我却无法动弹，只能低着头，任由他们的目光在我身上扫过。你们注意到了吗？一个女生问道。这里有6个人。可能是游戏的效果吧，另一个人答道，语气中带着不安。我想告诉他们真相，但却发现自己无法发出声音。我的身体像是被什么东西禁锢了一样，而我的心中只剩下无尽的恐惧。我明白了，我已经成为了第六者，成为了这场游戏的一部分。欢迎加入轮回。这句话在我脑海中回荡，而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游戏重新开始，等待下一次的结束。喜欢这类型的故事的话，记得点赞、订阅鬼影档案馆，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每晚间的恐怖小故事。你们有类似的或者其他的灵异经验吗？欢迎留言分享。我是鬼影，我们下次见。